药尘，即使你恢复了肉身，充其量不过是个9星斗尊，魂殿岂是凭你就能撼动的？有本事先过我这关再说。那我真得试试，不然岂不让人笑我星陨阁无人？复活后的药老其实力一举突破至半圣层次，仅仅一招便是将魂殿8、9天尊2人的全力一击给尽数击溃。如此碾压式战力，倒也是令得他们冷汗直流。而日后星陨阁必将在我药剂圣者的带领下越做越强，直至冲出亚洲。书接上回，药老成功融合躯体恢复实力后，一巴掌便把以9天尊为首的魂殿强者给拍了个人仰马翻。无奈之下，9天尊紧忙捏碎空间玉简，将那同为8星斗尊实力的8天尊求地召唤而来。后者刚一现身，便是对9天尊冷嘲热讽。毕竟在他看来，收拾个星陨阁哪还用得着这般费劲？然而等到他看清不远处的药老时，其眉头顿时一皱，因为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如今的药老已经恢复实力，而且这8天尊曾经还败于药尘之手，这如何不令得他心生惧意啊？可9天尊却表示对方实力虽有所恢复，但还难以达到巅峰状态，况且此次任务是由他2人领头，若是失败的话，恐怕回去定然免不了责罚。闻听此言，8天尊在略微思考片刻后，终于是微微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便动手吧。我也很想知道，如今的药尘是否还有着当年那等威风。放心，你我2人联手，即便是9星斗尊都能一战。如今药尘初得躯体，必然不会熟练适应，战斗力能有7、8成便已是不错。说罢，9天尊手掌便猛然一握，顿时密密麻麻的雨滴在天空中凭空凝聚。不远处的萧炎见到这一幕，眉头也是微微一皱，因为他能感应到这雨滴内蕴藏了极为浓郁的水系能量，并且有着极强的腐蚀性。据他推测，仅仅一滴恐怕便能轻易洞穿一名斗皇强者的斗气防御，更何况还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那破坏力将会是何等可怕。可这些雨滴在距离药老周身100米范围的那一刹便是崩裂而开。见此情形，那9天尊的面色也是异常凝重，只见随着他手印的快速变动，那些雨滴便开始飞速凝聚，眨眼间一个约莫100丈庞大的蓝色雨球便是徐徐浮现而出。与此同时，那一旁的8天尊在雨球成型的那一刹，一股冰寒之气也是迅速自其掌心处灌入其中。望着天空之上那不断散发出恐怖能量的巨大冰球，不远处的强者皆是一脸的恐惧之色，因为在这等威压之下，他们皆是感到一股直击灵魂的战力。他们皆是明白，这巨大冰球若是爆炸开来的话，恐怕整片山脉都将会被其夷为平地。毕竟2名8星斗尊联手所施展的斗技那等威力足以征海奔天。望着那些飞速后退的强者，星陨阁内的风尊者等人也是面色凝重，因为看着冰球内所蕴含的恐怖能量，就算现在跑恐怕也是有些晚了。这种时候，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便是将希望寄托在药老身上。而在将羽球化为冰球后，那8天尊的脸色也是略微多了一分苍白，显然这等攻击也消耗了他不少的气力。药尘，当年本尊败于你手，不知今日你可有本事挡下我2人的联手一击？然而对于8天尊的大喝，药老面色却依旧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仿佛那足以毁灭山脉的巨大冰球并不存在一般。见到对方无动于衷，那9天尊在一声冷哼后，便将一口精血喷吐在那冰球上，旋即大喝道：我倒是要看看你能逞强到何时，玉石苍穹。说罢，2人便把那充斥着巨大能量波动的冰球猛地甩向了药老，其所过之处的周遭空间皆是尽数崩裂而开，并且深深地划出了一条巨大的漆黑裂缝。望着那距离药老越来越近的可怕冰球，9天尊2人眼中也是涌现一抹狂热之色。然而他2人的笑容刚刚浮现，便是见到那高速旋转的冰球竟在药老的一声轻喝下陡然停止下来。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他们一脸呆滞，毕竟他们2人联手的全力一击，就算真是斗尊巅峰的强者，也不可能说让他停就停的呀。此刻药老手掌轻轻地触于冰球之上，缓缓地说道：如今的我的确不能发挥10成之力，但是对付你2人倒是绰绰有余，因为现在的我并非是斗尊巅峰，而是半圣。药老的这番简单话语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般的在他们耳边炸裂而开，在这一刹，似乎其体内的斗气都是停止了运转一般。他们皆是一脸呆滞地望着不远处的药老，毕竟对于半圣这个层次，或许别人会感到极为的陌生，但这却是8、9天尊2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但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修炼，最后却依旧无法真正的踏足这所谓的半圣，因为绝大部分达到斗尊巅峰层次的强者都是会止步于这半圣的边缘。况且在这个斗地不出的年代，只要跟圣字沾边的便代表这片天地的巅峰。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药老能够踏足这个层次，毕竟在他们看来，即便后者拥有了新的躯体，但能够恢复巅峰实力已是不易之事，更何况突破斗尊巅峰进阶半圣。不远处的风尊者等人也是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身影，许久后其眼中终于是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半圣，这个老家伙竟然踏入了那个层次了，星陨阁要大兴啊！而那些本来逃窜的众多强者也是因为这一幕而停下身来，一些识货的强者更是感到满嘴干涩。他们知道如今药尘进阶成为半圣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恐怕会如同飓风一般的席卷整个中州，再加上中州第一炼药师的名头，任谁都是知道日后的星陨阁的实力怕是会在短时间内暴涨。不远处的萧炎也是因这一幕而一脸惊喜，毕竟药老突破斗尊巅峰踏足半圣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虽然此次为药老炼制躯体的材料个个都是上品之选，甚至最后还添上了一只斗圣手臂，但
他也从未想过最后竟能够让的药老因此而获得突破。就在萧炎为此而欣喜间，天空之上的药老在瞥了8、9天尊一眼后，便轻飘飘的一掌把那巨大的冰球给直接拍裂开来。望着天空上徐徐飘散而下的冰屑，无数人都是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因为足以毁灭这片山脉的恐怖攻击便是被如此轻巧化解而去，甚至连药老的衣袖都是未曾掀动半点。莫不成这便是半圣强者的实力吗？而那8、9天尊此刻也是因为冰球的炸裂而被震得嘴角满是番茄酱，甚至连气息都是变得有些紊乱了起来。显然药老不仅捏碎了冰球，而且还直接对他们的本体造成了不小的伤害。那8天尊在抹去嘴角的血迹后，其目光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药老，他眼中满是惊惧与不甘之色。毕竟当年他曾经便是败于药老之手，没想到如今这一次更是败得一塌涂地。至于那9天尊，则是在惊骇过后迅速回过神来，待到现在他算是明白了，以药老如今的层次，今日的行动怕是要彻底失败。若是再不逃跑的话，恐怕他2人的性命都会交代于此。毕竟这个层次与斗尊可以说是云泥之别都不为，虽然只是半圣，但此刻的药老恐怕就算是2名斗尊巅峰的强者联手，也是难以将其击败。所以当下那8、9天尊便紧忙在其旁边撕裂开一道空间裂缝，闪掠而进。见到对方要跑，药老却是淡淡一笑，既然来了，总是要留点什么。说罢一掌便把那虚无空间给拍了个粉碎，旋即那空间裂缝之中隐隐间传出2道低沉的闷哼声。显然药老的那一掌让他们2人伤得不轻，紧接着2道血剑也是自裂缝之中喷射而出，然后对着药老掠去。只不过就在刚刚进入后者周身100丈距离时，便是自动化为一滩血雾飘散而去。与此同时，伴随着空间裂缝徐徐的消散，9天尊那愤怒的咆哮声却是透过空间缓缓传出。药尊者，你等着，我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闻听此言，药老却是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毕竟如今进入半圣，他也算是勉强踏足了大陆的巅峰层次。现在的他可不再是当年的药尊者，或许得称之为药剂圣者药尘了吧。想到药老在复活后，竟把跟随自己已久的古灵冷火转送给萧炎，此举无疑是令的侥幸哥眼中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尿，就是不知道此时还被封印在玉瓶之中的寒风会作何感想。书接上回，星陨阁遭到魂殿大军的突然袭击，不过好在关键时刻药老成功突破至半圣层次，并一巴掌将那为首的8、9天尊给拍得怀疑人生。望着那狼狈逃离星界的魂殿众人，药老这才身形一动，闪掠至萧炎身旁。不过当他在看到那星陨阁之内一片狼藉后，其眉头顿时一皱，因为如今虽说成功抵挡下了魂殿的灭门行动，但星陨阁的弟子却也是有所伤亡。若非如今刚刚进入半圣，根基不稳，便让那2个家伙留下来陪葬了。老师不必介怀，今日若非你出手的话，恐怕星陨阁就真的有大难了。就在2人交谈间，风尊者等人也是迅速掠来。哎呀，我说老家伙，恭喜了呀！闻言，药老微笑着点了点头，旋即轻声说道：“先吩咐下去收拾一下残局吧，想必日后魂殿应该不会再轻易来犯。毕竟如今星陨阁有着药尘这名半圣强者坐镇，想必魂殿也明白寻常的强者再来已是无用之举。而半圣阶别的强者，即便是魂殿，恐怕也不是说派就派。而在魂殿退去之后的日子里，星陨阁也是逐渐的平静了许多。但在中州上，却是因为药老进阶半圣彻底的震动了起来。毕竟这等实力的强者，再加上中州第一炼药师的称号，足以令得星陨阁声名大噪。因此在此事过去的2、3天后，一些势力的首脑与长老便是络绎而来登门拜访。而在这等热闹下，曾经与药老跟风尊者有救的一些强者，也终于是接受了邀请，成为星陨阁的客卿长老。这个名头虽然有些虚，但却也是令得星陨阁实力上涨了一大截。至于萧炎，则是在魂殿退去后，便是在后山石塔内选择了闭关修炼。虽说以他的年龄能够拥有这等实力已是同辈之中的翘楚，但这却并不能让他满足，因为伴随着越加与魂殿接触，他也是能够察觉到这个势力的。而以他2星斗尊的实力，还并不足以让得他拥有与之抗衡的资格。虽然药老在努力的经营着星陨阁，使之壮大，以便成为萧炎的监视后人，可他心中也明白有些事还是得依靠自己，因此修炼之事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感受到体内那逐渐充盈起来的斗气，萧炎这才缓缓地张开双眼。与此同时，一道慈和的笑声也是在其一旁缓缓响起。醒了吗？啊，老师，你怎么来了？那些事儿还是风老头擅长，我与你一样都不喜这种事儿。不过吃了上次的亏，这次再不喜也是要建立足够强的实力。闻听此言，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旋即似是想到了什么，紧接着屈指一弹，便把当初药老的那枚漆黑色那戒递给了对方。如今老师已再度重生，那这东西自然也该物归原主。对此，药老在略微一怔后，并未有过多推辞，便将其收下。毕竟他的毕生所学当年也全留在这戒指之中，而如今的萧炎想必也已经习会了10之8九，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已经达到了出师的资格。这些东西你留着也的确没了太大的作用，不过有种东西对你却是有着大用。说罢，药老手指轻轻一点戒指，顿时一团森白色的火焰便是自其中袅袅升起。药老表示，如今他既然进入半圣，所以这古灵冷火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了太大的作用。而萧炎修炼了焚绝异火，对其要更加重要。见到老师要把古灵冷火赠送于他，萧炎连忙苦笑着摇了摇头，表示拒绝。因为如今的他可不再是当年的无知少年了，而异火对于炼药师来说是绝对的利器。即便药老成为了半圣，但有古灵冷火在手，那也将会是如虎添翼。所谓的没有太大作用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闻听此
此言，药老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暗道这小子果然不再是当年的愣头青了。不过这也并未让他打消已经决定的念头，当下手指便轻点在了那团古灵冷火上，并把其中的灵魂印记给彻底抹除。旋即屈指一弹，便是轻飘飘的掠向萧炎。药老表示，虽然古灵冷火之中的灵魂印记已被他清除，但此火已被他炼化多年，还是会产生不小的抗拒性，所以短时间内萧炎并不能使用焚诀将它炼化吞噬。你先在其中种下灵魂印记，收入体内好好温养，待得它不再对你有抗性了，便可将之融合。望着面前的这团森白色的火焰，萧炎眼睛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尿，毕竟这古灵冷火应该算是陪伴老师最久的东西，没想到如今却是被他亲手抹除了灵魂印记赠予自己，这如何不令的萧炎心中不是滋味。见到侥幸哥婆婆妈妈跟个娘们似的，药老忍不住催促了：好了，赶紧种植灵魂印记吧。闻听此言，萧炎也只能无奈苦笑一声，如今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容不得他再过多推辞。当下萧炎便是微微闭上双眸，伴随着一缕灵魂印记的侵入，刚开始时古灵冷火之内还会传出一阵阵抗拒，但如今的他毕竟是无主之物，因此抗拒持续了一会便是逐渐消散。当灵魂印记成功种植时，古灵冷火则是迅速钻进了萧炎眉心处。不过用心感应的话，便是会发现古灵冷火并没有与3000连心火汇聚在一起，显然这应该是那种抗拒性在作祟。对此萧炎倒是无所谓，因为这种抗拒性迟早会消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可在药老看来，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即便将之成功吞噬，想必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出现太过恐怖的飞跃，除非再获得一种排名更高的异物。于是他便询问萧炎，那净莲妖火的补凑齐了没？一提起这个后者，便是满心的郁闷，因为萧炎自从在黑角域得到过一块后，便是再也没有了半点消息。闻听此言，药老表示这段时间他会尽量帮其打探一下。旋即突然面色有些古怪的说道：哦，对了，有个熟人来星陨阁找你，你要不要见见？谁啊？纳兰嫣然。听得这个熟悉的名字，萧炎眉头顿时一皱，因为以他对内兰嫣然的了解，对方没事绝对不会来找他。莫不成是云韵出事了？韵在来到中州后所获得的机缘究竟有多逆天，竟会让原本身为斗皇的他一跃成为斗尊阶别的超级强者？不过却也因此引来了大麻烦。书接上回，药老进阶半圣将入侵星陨阁的魂殿强者击退后不久，那正在后山修炼的萧炎便是从药老口中得知那兰嫣然前来星陨阁见他的消息。闻听此言，萧炎眉头顿时一皱，因为以他对这个前妻的了解，这货没事应该不会来找他，莫非他的小韵儿出事了不成？与此同时，此刻正在星陨阁大厅之内的奈兰嫣然则是一脸的憔悴之色。就在他有些坐立不安时，萧炎却是缓缓推门而入，望着眼前那道熟悉的年轻身影，纳兰嫣然眼中顿时掠过一抹复杂之意。因为这段时间萧炎在中州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迹，他也是有所耳闻。他没有料到当初自从天山血潭分别后，前者不仅在中州上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更是一跃成为有着半圣强者坐镇星陨阁的少阁主。而现在他与萧炎的差距可谓是越来越远。见到奈兰嫣然有些局促的模样，萧炎心头也是略微有些不是滋味。毕竟面前的这个女子本应该成为陪伴他一生的女人，但最后却是差点形同陌路。你还好吧？当初从天山血潭出来后，你已经离开了。那时候有事，便没有一直留下来。你这次来星陨阁找我，应该是有事吧？闻听此言，奈兰嫣然玉手也是紧握了起来。她在迟疑了片刻后，方才缓缓地说道：我想请你出手帮老师。听得此话，萧炎心头也是微微一跳，看来果然如同他心中猜想的那般啊。而对于云韵这个曾经与萧炎有过深入交流的女人，在其心中一直都是有着不小的分量。因为原本他应该对灭了云岚宗的萧炎心生怨恨，但最终云韵却是选择放下仇恨，离开了加玛帝国。而如今洗去了当年锐气的萧炎，也是逐渐明白了对方所承受的一些痛苦，因此心中对云韵始终有着一份歉意。而奈兰嫣然此次前来，也是他自作主张，并未经过云韵的允许。对于这一点，萧炎却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以云韵的性子，就算真遇见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恐怕也不会跑来找他。毕竟这个女人一直是倔强的，让他都是有点心疼啊。而据奈兰嫣然所说，此次云韵确实遇见大麻烦。原来自从他们师徒二人来到中州后不久，便是加入了只收女子的花宗，而以他二人的实力，在这花宗也仅仅只能算作中游而已。本以为能够在此安安静静的度过余生，却没想到云韵偶然在花宗的一处后山山洞中，竟遇见了一位自称花婆婆的双腿瘫痪的老太婆。此人不仅极其古怪，还将屡次好心给他送饭的云韵给打了出去。不过后者并未因此而恼怒，反而一送便是2年。直到那花婆婆在前不久大限将至时，竟不由分说的以一种奇异手段将其毕生斗气封印在了云韵体内，并且还丢给他一块玉牌，让其去当花宗的宗主。说到此处，内兰嫣然也是一脸的苦笑。毕竟此事即便现在说起来，他也感觉跟天方夜谭一般不可思议。因为当初他们在救这花婆婆的时候，云韵便曾检验过她体内并没半点斗气的存在。但从最后1日此人的表现来看，明显是一位实力达到斗尊巅峰层次的超级强者。听得内兰嫣然所言，萧炎顿时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毕竟随便找个地方隐居都能遇见这种天大的机遇，跟云韵比起来，辛苦修炼的他似乎可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可对当什么花宗宗主云韵却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在将花婆婆安葬后，便继续隐居在此。哪曾料到就在半年前，花宗现任代宗主花锦却是突然出现，并让云韵将宗主玉牌交给他。而后者不想多事，想了想也就把玉牌给对方。结果那女人又变本加厉的想要花婆婆封印在云韵体内的毕生斗气。要知道那东西若是要强行取出的话，必定会伤及性命。不过好在宗门之内有着不少长老站在云韵这边，因此那花锦方才不敢强行抢，但却定下了要与其比试的赌约。本来比试倒也算是公平，但花宗却是有种奇怪的规定，那便是男女2人搭配可以同时迎敌。而那代宗主与
其男伴妖花邪君的实力分别是4星与6星斗尊的强者。虽说云云继承了花婆婆的毕生斗气，但目前其实力仅仅处在1星斗尊而已，因为那等庞大的斗气短时间内必然无法全部将之炼化。闻听此言，萧炎眉头微微一皱，一名4星斗尊与6星斗尊联手，这倒的确是太欺负人了点。而或许由于被对方纠缠烦了，这不公平的比试也被云云答应了下来。对此，萧炎顿时怒斥道：“他没脑子吗？这是送死了！”所以我只好偷偷来找你了。你若是不出手的话，老师此次或许便是凶多吉少了。所以，请你帮帮老师，好吗？听得纳兰嫣然那带着一丝恳求的细弱声音，萧炎也是缓缓陷入沉思。毕竟作为2宗之一的花宗其门内强者自然不少，若是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的话，想必即便解决了此次的麻烦，对方也不会善罢甘休。除非以后云云远远的离开这个宗门。不过纳兰嫣然却表示，门内除了真正老一辈的强者，大多都是在必死关外，剩下的一些长老大多数都是忠诚于花婆婆，而后者的遗命他们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眼下唯一的问题便是那代宗主与他的男伴。闻言，萧炎这才面色微微一红。毕竟如果只是那花景反对的话，倒是好办一些了。就在萧炎沉吟间，一道苍老声音突然传来：“想去的话便去吧。”老师见到突然出现的药老，萧炎先是一怔旋即微微点了点头。毕竟此事是关云云，所以不管怎样，这花宗他是必须要去一趟。而药老在看了内兰嫣然一眼后，却是一声轻叹：“唉，没想到莲花域那老太婆也是到了大限。”听得药老叹息，萧炎微微一愣，旋即便是明白了，这所谓的花玉应该便是奈兰嫣然口中那神秘的花婆婆。而据药老所说，此人在中州上成名时间比他都要早上许多，不仅为人傲气，而且对手还颇多。至于他瘫痪的双腿，应该是在药老出事后方才发生的，想来应该是受了极重的伤，不然的话大限不会来得这么快。这老婆子纵横一生也没收过什么徒弟，性子孤僻的她并不容易相信人，但那云云确实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不得不说是真的有心有福之人。说罢便将一枚空间玉简抛给了萧炎，并表示若是玉剑无法应对的情况，便将之捏碎，他会第一时间赶到。感受到其中涌动的空间之力，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惊异之色。而此次事发突然，由于小医仙跟天火尊者都在闭关修炼，所以萧炎便打算带着青灵这小丫头一起前去。反正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即便是遇见7星斗尊阶别的强者，都是能够顺利脱身。而青灵虽说只是1星斗尊，但在召唤出远古天蛇的灵魂后，却是拥有着能与6星斗尊强者匹敌的实力。见到萧炎已经打定主意，药老表示此次前去若是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帮助云云登上花宗宗主之位，因为如此一来的话，星陨阁以后也将会多一个可靠的盟友。闻听此言，萧炎当下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毕竟自从当年云岚宗被他强行解散后，云云对于当宗主这种事一直比较抗拒，谁知道他会不会乐意成为那花宗的宗主啊？而接下来萧炎在与药老道别后，便是与青灵以及纳兰嫣然对着花宗所在的方位暴掠而去。